大家好啊，我们又见面啦！今天是我们苏州之旅的最后一期，相信大家在苏州走过之后，都有听到当地的吴侬软语，是不是很好听呢？今天咱们就去好好听一听这样特别的声音——苏州评弹。它就像苏州的小桥流水一样，慢悠悠的，却特别让人着迷，也是苏州人最喜欢的音乐故事会。它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。最早的时候是一些人拿着简单的乐器走街串巷讲故事，后来慢慢的变了样子，不再走街串巷，而是在茶馆里说起来了，于是就成了现在的评弹。在以前没有电视的时候，苏州人晚上就会去茶馆听听评弹。表演评弹的2个人坐在台上，一个弹三弦，就像吉他一样的乐器，一个弹琵琶讲故事。他们又唱又说，可以把《三国演义》《白蛇传》这样长故事讲得非常的精彩。所以以前的老百姓就算不识字，听完评弹也可以知道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呢。大家就会问啦，为什么叫苏州评弹？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这里呢 Jenny 给大家一个小科普。苏州评弹意思是苏州的评弹，而评弹是由评和弹2部分组成。评呢就是讲故事，弹就是弹乐器，这个乐器就是三弦和琵琶，又弹乐器又讲故事的表演就是评弹啦。你看，评弹表演都是2个人又唱又弹的。在这里我们再学习一个小成语，走街串巷，意思就是走过大街，穿过小巷。这个成语非常有意思，因为它自带画面感。走街就是逛主路看热闹，串巷就是走小路找不一样的小秘密。所以这个成语不但用来表示到处走动的意思，还可以用来表示深入探索的意思。比如说，我们在苏州走街串巷，寻找最有特色的美食，是不是很有趣，很有画面感呢？回到我们的茶馆里，你看，评弹开始了。琵琶和三弦弹奏起来，就像银珠落在玉盘里面一样，滴滴答答的，特别动听。接着台上的老师用地道的苏州话开始说唱故事了，那声音就像水一样软软的，就算听不懂内容，也能让我感到特别的舒服。在他们弹唱的时候，他们的表情和动作也非常有意思。你看，有时候他们皱着眉头，有的时候摆摆手，让我们可以知道故事里的人物是什么样的情绪，很是生动。评弹讲的故事也很有趣，大多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传说。传说里面有聪明的书生，有美丽的小姐，还有勇敢的英雄。听累了就喝一口茶，慢慢品。现在在苏州的很多老茶馆里，还是可以经常看到评弹表演的。老人们喝着茶，听着弹唱，有时候还会跟着轻轻晃晃脑袋。虽然现在年轻人大都用手机看视频，但也有不少人会来这里感受这种老文化艺术的魅力。如果你来到苏州，也要找一个茶馆，坐下来听一段评弹，不用着急听懂它，就慢慢听，慢慢看，你会发现这种慢慢的艺术真的很有魔力，会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宁静。好的，我们的苏州之旅到这里就结束啦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另一个杭州，期待我们下一次相见。我们下一期再会啦。